顾总，纳斯达克调中仪式已经准备就绪，只要明天顺利上市，咱们集团市值将突破1000亿。上市敲钟推迟，所有高管全部停假。顾总，这可是1000亿级上市啊，停一天损失就是几千万。几千万我亏得起。林峰，顾总，气象局绝密数据已确认，台风路径诡异突变，48小时后将正面摧毁东海市。首当其冲的就是您的老家龙贤村。龙贤村那3000亩黑金豹是全村人砸锅卖铁借了高利贷养的，台风一到，全村都会家破人亡。立刻调集集团旗下所有30艘恒温冷链船，开赴龙贤村港口，再去银行给我提5000万现金。顾总，你要强行抢收全村的海产，但现在的市场价最高市价兜底。龙泽村养育过我，这笔恩我顾渊今天连本带利还清。48小时内，我要把海里的黑金豹一颗不剩的拉回来。顾总，押运车已抵达龙泽村村口，但情况有点不对劲。乡亲们，立刻停止一切庆祝活动！台风马上就要来了，你们的海产再不出水就全完了。我带了5000万现金，按市价100块一斤，全包了！立刻跟我签抢收合同。哟，这不是咱们村飞出去的金凤凰顾大总裁吗？拿5000万就想来当救世主啊！丁耀祖，把脚拿开，现在没时间跟你废话。台风还有4个小时登陆。顾渊啊，顾渊，你少拿什么台风来吓唬乡亲们。天气预报明明说是晴天，你真当大伙傻呀？你就是提前得到了内部消息，知道下周海外财团要用200块一斤收购咱们的黑金豹，所以才故意编造台风的借口，想提前用100块的低价骗走我们的货，你这叫趁火打劫！呸！白眼狼，出去赚了钱，反倒回来坑老乡。这小子的当，100块就想买我们的极品级黑金豹，做梦！丁大富，那是国外皮包公司骗你们的套路，再不抢收，这3000亩海产就会变成3000亩死尸！闭嘴吧你！带着你的臭钱，立刻滚出龙贤村！想占我们的便宜，你算个什么东西？人性在贪婪面前比台风更盲目，而毁灭从这一刻开始倒数。丁大富，我最后说一次，海外那个叫查尔斯的收购商是国际通缉的诈骗犯，你们现在被贪欲蒙了眼，40小时后全村都要死！倒计时已经开始了。顾渊，你装什么大尾巴狼？查尔斯先生已经给村里交了10万美金的定金。乡亲们，查尔斯先生承诺，只要明晚货一上船，美金200块当场结算。他顾渊100块就想买，这不是吸我们的血是什么？老村长说的对，这小子从小就心眼多，想坑我们的血汗钱，你们疯了吗？顾总冒着集团推迟上市，一天亏损几千万的代价来救你们，你们这是恩将仇报！主子说话，哪有你一条狗插嘴的份儿？丁耀祖，哪只手打的？怎么着？老子就打啊！我的手断了，断了！杀人了！顾渊要杀人了！乡亲们，抄家伙，保护我们的黑金豹！顾渊，今天不赔个1000万医药费，你的船别想走！谁敢动顾总一下试试？好一个龙贤村！张大娘、李叔、狗剩，我顾渊今天把欠你们的百家饭连骨带血还清了。从现在起，你们的死活与我无关。林峰，通知船队撤。顾总，那这3000亩海产，1分钱都不留。既然他们要等200块的神仙客商，我们就尊重他人命运。慢走不送。等明天查尔斯先生的船一到，我们全村吃香喝辣，你别舔着脸回来求我们入股。顾总，气象局最新绝密红色预警，台风厄尔尼诺突然加速，伴随史诗级赤潮，还有不到12小时就会登陆龙岩村。12小时后，封锁所有浩海国际旗下的冷库，一切贪婪的因果必将在炼狱中灰飞烟灭。来，敬我爸！要不是我爸英明神武，赶走了顾渊那个吸血鬼，咱们能拿到200块一斤的天价吗？敬村长，村长带我们发大财！乡亲们，查尔斯先生明早派船来装货，不过人家跨国公司规矩多，需要咱们先垫付一笔海关疏通费，每家再交5万块，明天连本带利赚套海景房。交！我把给我儿子媳妇的钱全拿出来，我去借网贷，干完这一票就退休。
狂欢的背后，往往是毁灭的深渊。顾总，查尔斯那边收网了，就在10分钟前，那个骗子卷走了龙三村村民刚凑的3000万疏通费，注销了所有联系方式，已经逃出境了。好戏开场。村长，这都8点了，跨国巨轮怎么还没影？爸，你快看海里，海里怎么了？赤潮，是剧毒赤潮，我们的黑金豹全在网箱里啊！快拉上来，快拉上来啊！全死了，全烂了，我的身家性命啊！快给查尔斯打电话，让他派直升机来救我们的货！打不通了吧？那个群解散了。查尔斯是骗子，我们的3000万全被骗走了。李大富，你还我血汗钱！是你逼走了雇员的5000万啊！本台紧急插播：17台风已正面登陆龙仙村，伴随毒赤潮，当地3000亩海产养殖基地已全军覆没，预计经济损失高达数亿元。天作孽，有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我真该死啊！100块1斤，那是整整5000万啊！白花花的银子被我们亲手赶走了。打死这对害人精父子！要不是他们挑唆，我们的钱早到手了。别打了，别打了！我想办法，我去找顾渊。我是村长，我从小看着他长大，他一定会管我们的。顾渊，快接电话呀，祖宗，求你接电话呀！渊子，好渊子，叔求你了，派船来看看吧！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全村人都等着这笔钱救命啊！丁村长，你是不是忘了我走之前说过的话？我顾渊的钱，就算是拿去喂狗，扔进海里听响，也绝不给你们这群白眼狼花一分。林峰，通知保安部，从今天起，龙贤村的人连瀚海集团方圆10里都不准靠近，敢靠近一步，直接打断腿。人性的贪婪，终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丁村长，借我们的3000万网贷过桥资金，说好今天连本带利还4000万。刀疤哥，钱被那个外国骗子卷跑了，我们的海产也全遭了灾，求您宽限几天。啊！我的手，爸救我！宽限行啊，拿你儿子的2个腰子抵债。别，我有钱，我侄子有钱。瀚海国际的总裁顾渊，那是和我们村百家维的长大的，他明天集团上市，市值1000亿。只要刀疤哥您配合我演一出戏，我保证让他吐出1个亿。他是当年顾渊饿晕在雪地里时，唯一给他喂过一碗热汤的恩人。死老太婆，算你走运，你那个好大儿顾渊不管我们死活，今天就拿你去换钱。明天去上市发布会，我要让顾渊身败名裂。财富的顶端总是由白骨堆起，但最先来讨债的竟是他们。顾总，瀚海国际一旦敲牌，您将成为全国最年轻的1000亿首富。请问您现在最想感谢谁？感谢苍天啊！大家快来看看这个吃人血馒头的首富啊！
顾渊，你为了低价兼并我们龙贤村的资产，故意拦截气象预警不告诉我们，导致全村绝产，必死乡亲。你沾满鲜血的钱花得安心吗？顾总，请问他们说的是真的吗？您的千亿帝国是建立在压榨同乡的基础上的吗？保安，把这群造谣的无赖赶出去！打！让全天下的媒体看看首富是怎么杀人灭口的！丁大富，你敢动秦阿婆一下，全村陪葬！龙贤村的这笔血债，我会让你们用命来偿。这群贪婪的蛀虫，竟敢触碰我的底线，不懂激怒修罗的代价。顾大总裁，别激动啊！乡亲们也就是求个活路，签了这份自愿补偿协议，无偿转让瀚海集团10%的股份给龙岩村，我们立马走人。顾渊，你要是敢说半个不字，老太婆马上心脏病发作暴毙，全国网民都会看着你逼死恩人。顾总，绝对不能签，10%的股份价值100亿，而且一旦签了，就等于变相承认了我们压榨龙贤村集团，明天根本无法上市。拿笔来。顾总，我让你拿笔。丁大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放了阿普你一条全尸。顾渊，你以为你是谁呀？赶紧签，不然老子现在就拔管！你真以为我顾渊的场子是你们这群烂泥能来撒野的？林峰，拉炸，放片。按最高市价100块一斤都顶！想占我们的便宜，滚出龙蟹村！查尔斯先生出200块一斤，顾渊就是来趁火打劫的！天哪！顾总去送5000万救灾的，是他们自己贪得无厌，踢翻了钱。今天大反转，龙贤村刁民恩将仇报，踢翻救命款，如今遭灾，进来反咬一口。这是假的，这是 AI 合成的，乡亲们别信他！丁村长，这段4K 高清无死点的无人机录像，好看吗？丁大富、丁耀祖，你们涉嫌敲诈勒索，带走！娟子，顾总，我错了，我老糊涂了。看在同乡的份上，你跟他们求求情吧，我不想进去啊。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抓人没问题，但麻烦让这老蒋子先把我们的3000万还了。你们这帮蠢货还不知道吧？那个骗子查尔斯收的3000万海关疏通费，有一半进了丁大富自己的腰包。他拿你们的钱，在城里给他儿子买了大别墅。丁大富，你个不如的东西，你骗我们的血汗钱！救命！林峰，龙贤村的事结束了。明天一早，我要看到瀚海国际在纳斯达克准时敲钟。顾总，敲钟可能要无限期推迟了。怎么回事？您刚刚在大屏幕上播放的那段视频被海外最大的做空机构截取了，他们指控我们暴力威胁渔民，并联手多家国际财团，在10分钟内砸盘做空了我们集团旗下所有的子公司。顾总，瀚海集团的资金链断了。顾渊，10分钟，集团市值蒸发了300亿，各大银行正在疯狂抽贷，你为了一个破村子，把我们全害死了。破产了！华尔街的索罗财团放话了，今天之内就要把我们做空到退市。
慌什么？天还没塌。Surprise， 顾总，重新认识一下，我是索伦财团亚洲区执行总裁卡尔。是你做去骗了龙贤村，现在又来错控瀚海。商战嘛，兵不厌诈。你现在资金链全断，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签了这份1元收购协议，把瀚海集团的冷链网白送给我，否则明早8点，你就是背负1000亿债务的老戴，跳楼都没地方。顾总，签了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们不想跟着你死。1元收购我，卡尔，你胃口挺大，就不怕撑死？林峰，传我的总裁令，拒绝一切收购，所有抛售的股票，集团用最后的外汇储备全盘接下。你疯了！这是拉着我们陪葬！我不干了，我要退股。顾总，年轻气盛是要付出代价的。今天过后，瀚海就不复存在了，您好自为之吧。顾总，账上最后1分钱也用光了，股票已经跌停。卡尔的做空资金太庞大了，我们输了。输，我顾渊的字典里没有这个字。林峰，打开国际海产期货大盘，看看现在的行情。涨停了！全球海产期货全线涨停，这怎么可能？龙蝶村的那场台风和赤潮只是前锋，绝密气象台3小时前发布了全球警告，厄尔尼诺引发了全球性赤潮变异，目前全球3大渔场全部遭受毁灭性打击，所有的网箱海产死绝了。卡尔的索罗财团做空我们，却在期货市场上卖出了上万吨的海产交割单。你是说，卡尔现在根本拿不出货去交割，那他面临的将是10000倍违约金。没错，现在全亚洲唯一还有几万吨干净极品海产，只有我们在台风前死死封存的3大恒温朗库，现在攻守易形了。全球海产彻底断供，华尔街的资本帝国在这一夜迎来了末日。蠢货！全球海产断供了，我们的空单爆仓了。明天如果拿不出5000吨顶级海产去交销，财团就要赔偿1000亿美金违约金，我们全得去跳楼。boss， 龙贤村的海产已经烂透了，全世界都没货了。蠢货！东方那个叫顾渊的男人，他手里囤积了全亚洲最后的3万吨冷链吐货，立刻滚去东方，就算给他跪下舔鞋，也要把货给我买回来。顾总，截止刚才，我们的海产估值已经翻了整整100倍。集团不仅没有破产，反而成了全球最强现金流巨头。昨天退股的那些高管，全在楼下大厅跪着求您收留呢。让他们滚！背叛过1次的狗，我不要。顾总，顾爷爷，我错了，求求您高抬贵手，卖给我5000吨海产吧，您出什么价我都买。什么价都买，好啊，1000块1个，少1分，我就看着你从华尔街的楼顶跳下去。1000块1克，那是黄金的价格，你这是抢劫！抢劫？不，这叫商战。你做空我的时候，怎么没觉得自己在抢劫？要么签合同破产，要么明天交割违约坐牢。卡尔，你的时间还剩3分钟。我签，求您给我留条活路。村长，你们可算出来了！村里的房子全被刀疤他们收走抵债了，我们现在全是在桥洞底下要饭啊！不怕，那个华尔街的查尔斯不是说把顾源搞破产？顾源现在肯定比我们还惨，我要去嘲笑他。
本台最新报道：全球海产断供。我国瀚海国际集团凭借极其敏锐的刚才，瀚海集团以天价完成交易，总裁顾渊正式登顶亚洲首富。首富，他成了首富。那些极品海产本来全都是我们村的呀。是我的，那些货都是我们龙贤村的。乡亲们，抄家伙，去抢回属于我们的钱！这个世界永远不缺试图用弱者身份来勒索的蝼蚁。顾渊，你个偷窃犯！你把我们村绝产的海产调包了，你仓库里的货全是我们龙贤村的。大家听着，顾渊就是个诈骗犯，他垄断市场的货全是从我们渔民手里抢来的血汗钱，今天不分给我们1半股份，大家就同归于尽。顾总，这群人全疯了，他们连家都没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而且有几个无良网红正在现场开直播，舆论又开始同情弱者了。要不花点小钱把他们打发了？我顾渊从不受任何人威胁，连华尔街的财阀我都踩在脚下。几个无赖想拿命来讹我。林峰，安排直升机，既然他们这么喜欢钱，我就亲自送他们一程。看见没？首富怕了，他给咱们送钱来买命啦！想要你们龙贤村的货，我还给你们。接好了！哈哈哈哈哈！携带易燃物冲击上市企业全部带走，准备判实刑。我的海产，我的200块1斤，我才是首富！顾总干得太漂亮了，这群毒瘤彻底进去了。现在全亚洲的海产定价权都在我们手里，明天开盘，瀚海的市值绝对能翻倍。看来打了小的，来了老了。小姐，就是他，不仅敲诈了我们1000亿违约金，还垄断了货源。顾渊是吧？我是华尔街索伦财团背后的真正主人，帝都沈家大小姐沈千雪。给你1分钟，签了这份无偿转让协议，交出你的海产和公司，我留你一条全尸。帝都沈家，你们这是明抢！这里是东海市，由不得你们撒野。东海市，在绝对的资本面前，整个东海的 GDP 都不够我沈家看一眼的。顾渊，你以为仗着运气囤了点死鱼烂虾就能翻天了？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让你的资金出不了国门。顾总，我们集团在海外的300个离岸账户，就在刚才被国际清算银行全部强行冻结了。看到了吗？这就是阶级差距。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个稍微强壮点的暴发户。倒计时10秒，不签字，我就让你从首富变成负债1000亿的通缉犯。你笑什么？死到临头还想摇人？在帝都，谁敢接你的电话？喂，是我。解封修罗黑卡，调集1万亿资金，给我全面局帝都沈家在海外的所有盘口，我要他们10分钟内跌停。修罗黑卡，你是不是看网络小说看魔怔了，装腔作势？来人，废他2条腿，按着他签字。东方小猴子，我会把你的骨头一寸寸捏碎。怎么可能？我的力量能打死一头牛？太慢，太弱。
难怪你敢这么狂，原来是个练家子，武功再高，你能快得过子弹吗？跪下签字！沈大小姐，没人教过你，别用玩具指着男人的头吗？你找死！帝都沈家在我眼里，连做我脚踏板的资格都没有。姐，听听你们沈家的丧钟。大小姐，完了，全完了！就在刚刚，海外3股极其恐怖的神秘资金，10分钟内把我们沈家的股票砸到了退市警戒线。老爷突发脑溢血进 ICU 了。对方留言说我们惹了不该惹的神明。你到底是谁？你绝不只是个卖海产的孤儿！顾总，外面，天哪，外面来了好多军用直升机。我的家人来接我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世俗的豪门不过是一戳即破的泡沫，而属于这位神秘存在的真正传说，才刚刚拉开帷幕。帝都龙家俯瞰华夏，3年历练期满。少爷，乾隆该苏醒了。龙腾图腾，您是帝都第一隐士财阀龙家的总管家福伯。福伯救我！这个叫顾渊的疯子要吞了我们沈家，求龙家替我们做主啊！3年，整整3年，家族对您的隐姓埋名历练期终于结束了。少爷，老爷病重，龙家万亿帝国群龙无首，老奴恳请龙渊少爷回家主持大局。3年了，龙家的枷锁终究还是要重新戴上。少爷，不，他是帝都第一太子爷龙渊，我竟然妄图吞并龙家的继承人。福伯，天凉了，10分钟内，我要帝都沈家从华夏的版图上彻底抹生。老奴遵命。3年期限已到，那个流放在外卖臭鱼烂虾的野种，竟然真的要被福伯接回来了。妈，您怕什么？一个在东海市那种小地方混日子的渔夫，就算回了龙家，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我才是龙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去，他今天下飞机，福伯不是给他安排了豪车车队吗？全给我撤了，给他派一辆拉杆水的垃圾车去接。我要让帝都所有豪门看看，龙家的长子是个什么恶臭做派。哟，这不是东海市来的渔夫大少爷吗？林主母说了，您闻惯了海鲜的腥臭味，坐豪车怕您晕车，特意给您配了这辆原生态座驾，请吧，大少爷。放肆！林氏欺人太甚！少爷，老奴这就调私人直升机来。林主母真是有心了，既然是他送的后老，不还回去，岂不是显得我龙渊不懂规矩？招，你还想打我？我可是林主母的人，你敢动我一根？通知暗卫营，调10辆重装装甲车过来，开路，回龙家。龙渊，你弄些租来的铁皮壳子吓唬谁呢？今天大门坏了，你身为晚辈，从旁边的侧门钻进来吧。对你就该走狗洞。少爷，那是他们给狗留的门。福伯，龙家的大门确实太旧了，配不上我的身份。
撞碎它！大门没坏，现在坏了，这路不就宽了吗？顾渊，你敢毁了龙家大门？你以为靠武力就能掌控家族吗？顾渊，现在是商业时代。各位帝都的家主、董事长们，你们都看到了，这个野种只会打打杀杀，根本不懂经商。如果让他接管龙家万亿帝国，我们的合作将血本无归。林夫人说的对，我们绝不和一个卖鱼的合作。我宣布，只要龙渊接手，我们赵家立刻撤资300亿。龙渊，看到没有？这就是人脉，这就是阶层。哪怕你回到帝都，没有我们的支持，你接手的龙家也只是个随时会破产的空壳。立刻跪下，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龙妃，我还能赏你口饭吃。就凭你们这些手里捏着几个臭钱的破罗户。赵家主营远洋航运，孙家主营高端冷链，王家主营生鲜进出口。真不巧，就在昨天，全亚洲最大的冷链生鲜霸主瀚海国际已经完成了对全球海产与远洋航运的绝对垄断，而我就是瀚海国际的唯一实控人。瀚海国际的总裁，那个一夜之间逼死沈家、鲸吞华尔街资金的神秘万亿神勺。龙渊，你装逼也打个草稿，那个级别的神明，怎么可能是你这个臭卖鱼的？老板，瀚海国际切断了我们所有的远洋航线，我们的50艘巨轮全被扣在公海了。完了，全完了！他说的都是真的，破产了，全完了！龙爷，龙祖宗。是我们有眼无珠，求您给条活路吧！我们愿意把所有资产无偿汇入龙家。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明明只是个卖鱼的。我卖鱼是因为我垄断了整片海。林氏，你最大的底牌已经废了，现在该算算你下毒害我父亲的账了。被你查到了又怎样？老太爷的慢性毒药已经深入骨髓，随时会咽气。全天下只有我手里有这唯一的一瓶药。龙渊，你再有钱也买不来你爹的命，立刻签了财产转让协议，否则我就砸碎它，让你亲眼看着你爹死。签字啊！首富大哥，你不是天下无敌吗？不签，咱爸马上就断气。少爷，留得青山在啊，老爷的命要紧。林氏，你拿着一瓶劣质的化学合成水，就想帮我交出万亿家产，你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你别过来，我砸了，我真的砸了！死了，老东西死定了！龙渊，是你亲手害死你爹的，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不孝！这3年，我不光在垄断海产，深海33米之下的那株千年气血珊瑚，才是治好父亲的真解药。不可能，连国医圣手都治不好的毒，你怎么可能？暗网天榜第1，影，几年不见，你的速度变慢了。属下万死，属下不知目标是修罗店主的生父，求店主赐死。修罗店主，你不是卖鱼的吗？你到底是什么怪物？谁雇你？说出。
留你全尸。是他，你使出了10亿美金买龙老太爷的命！毒妇，龙家待你不薄，你竟敢弑父篡位！林氏，你的底牌好像全出完了，现在该我了。大哥，我错了，我都是被我妈逼的，我可是您亲儿子啊！求您饶我一命！有种你杀了我，杀了我！杀你，太便宜你了，还缺几个掏粪洗烂海鲜的苦力。把这母子俩送到龙行村，告诉那个丁大树，谁敢让他们母子死，或者让他们吃饱一顿饭，我就要谁的命。我要他们在这个世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渊儿，爸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从今天起，你就是帝都龙家的新一任家主，万亿帝国交给你了。接管龙家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只要爸能做到。明天我要亲自捧着我母亲的牌位，从龙家正门抬入，供奉在宗祠的最顶层。龙渊，你虽是家主，但龙家祖训出身低贱之女，不得入龙家宗祠。你母亲连个名分都没有，休想踏入宗祠半步。少爷，为是龙家辈分最高的太爷，掌握着龙家近半，千万不可硬来呀！听见没有，龙渊？立刻把你手里那低贱女人的牌位扔出去，否则我们立刻动用元老弹劾令，废了你的家主之位。低贱祖训，宗祠里供奉的那些废物，哪一个配让我母亲低头？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龙渊少爷的生母秦素素女士，乃是全球第一隐秘财阀九州商会的初代会长，更是修罗殿的上一任店主。没有他当年留下的资产和人脉，你们龙家20年前就破产了。你们口中的低贱女人，是你们龙家高攀不起的神明。修罗殿，这怎么可能？我本不想用强，是给脸不要脸。你们的祖训，我来砸碎。我的规矩，就是这世间唯一的王法。谁敢再拦，死！龙家先祖有罪，恭迎主母牌位入祠。妈，欺负过您的人，我全都送下地狱了。您当年失去的一切，儿子连本带利拿回来了。您在这最高的位置，好好安息。这3炷清香，终结了过去的血雨腥风，告慰了那些不屈的亡魂。恭迎家主继位，恭迎修罗殿主君临天下。恭迎家主，愿为殿主赴汤蹈火。殿主，刚刚截获的国际绝密频道，那个在全球幕后操纵一切的长生财团现身了。长生财团，这群蛰伏在暗处的老鼠，终于按耐不住了吗？他们害了您当年指腹为婚的未婚妻。长生财团，看来这个世界的游戏还没结束。